我自幼聋哑，生活中有诸多不便，连洗澡时没拿内衣都只能发消息告诉男友。打字时不小心点到了语音输入，聊天栏里立刻跳出了许多文字。这女人可真漂亮，腿真长啊，今天可得小心，别把她也给弄死了。我以为是男友在说话，就把脑袋伸了出去。昏暗的卧室里空无一人，不是男友，那声音是哪来的？就在我奇怪的时候，语音输入又跳出了一句话。他往这看了一眼，那个女人是发现我了吗？我瞬间汗毛倒立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竟然藏着一个人。语音输入还在继续。不可能，你藏得好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发现？怎么不可能？上次弄的那个空姐也是意外发现了我们，害得我们只能强上，但挣扎太厉害，才弄了3次，人就不行了。空姐，我立刻想起前几天看到的新闻，林是一个空姐，休假结束一直没回去上班，等警察找到她家才发现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，除去满身的伤痕外，指甲缝里更是塞满了木屑，足见死前的痛楚。新闻并没有披露更多细节，只说凶手有2人，仍在抓捕中，还提醒独居的女性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一定是因为男友这段时间出差，他们把我也当成了独居。忽然间，我感觉哪里不对，我是聋哑人，但男友不是啊，他们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，就不怕我男友听到吗？就在这时，男友给我发来了消息：宝贝，洗完了吗？橙汁快弄好了，等下给你端进去。原来男友在给我榨橙汁，榨汁机动静很大，怪不得他们不怕男友听到。我赶紧回复：不用，你在外面等我，我马上出来，绝不能让男友进来，一旦发生意外，我们俩都会死。想到这，我套上睡衣走了出去。经过床边时，语音输入又冒出一句话：好美的脚啊，每根脚趾都和玉一样，真想现在就把它扯进来。一想到杀人狂就在床底，随时都能把我拖入深渊，我就双腿发软。即使双腿发软，我还是咬着牙走到了客厅里。还没等我松口气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黑影，我吓得一哆嗦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端着橙汁的男友。他一向很细心，看到我神情不对，立刻打字问我怎么了。就在我准备打字告诉他真相时，余光扫过厨房，看到了让我头皮发麻的一幕。台面上的榨汁机干干净净，而旁边摆着一瓶刚开封的橙汁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连看了3遍才确定榨汁机连电源线都没插。就在这时，男友凑到我眼前，问我到底怎么了。他关心的表情里多了几分不明意味。我不想被他发现我恐惧的表情，主动上前将脑袋埋在了他肩上，然后打字告诉他：好久不见，我想他了。男友没有追问，轻拍着我的后背。他温柔的动作让我有些恍惚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误会他了。也许他刚才只是在用手机听歌，没听到杀人狂的说话声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击碎了我对他的幻想。在男友胸口一阵震动后，语音输入识别到了新的声音：你别着急吗？等他喝下安眠药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震动结束，输入停止。好，那快点让他喝，我都快憋不住了。而这次男友胸口没有震动，只有一种可能，男友和杀人狂在对话。接着我收到了男友的消息：我也想你，宝贝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好了，把橙汁喝了赶紧休息，明天带你出去玩。我乖巧地接过橙汁抿了一下，然后装出撒娇的样子。你忘了出差前答应我的事了吗？他的注意力全都在橙汁上，随手打字回复：什么事？我把橙汁往桌上一放。你果然忘了，湖边装了景观灯，你自己说的，回来带我去遛弯的。男友连连道歉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确实忘了，今天太晚了，等明天晚上一定带你去，行不行？不，我就要现在去，没人才好，就咱们2个，多浪漫啊！男友没有回复，而是死死地盯着我。我故作生气，撅起嘴唇，和他四目相对。男友没看出异样，等他同意，我立刻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走。余光中，男友的嘴巴一直在动，我知道他在和杀人狂解释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只要下了楼，我会立刻冲向保安室求救。眼看就要走到门口时，男友却突然停下脚步。我赶紧瞄了一眼手机，语音输入积攒了一大段话，其中最重要的2句是：不太对，这么晚还非要往外跑，我感觉他已经发现你了。我检查一下他的手机，兄弟，如果你老婆真发现我了，我不介意硬来，反正他是个哑巴，怎么弄都不会有人听见。看完后，我立刻关掉语音输入。刚关掉，男友就拿走了我的手机，扒拉了几下才还给我。宝贝，你手机好卡呀，明天给你换个新的。对了，我点的外卖马上就到了，今天就别出去了，明天再去，行不行？男友背对灯光，表情异常阴森。我只能强忍绝望回复：行，那就明天再去吧。这么晚，你买什么外卖了？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小礼物，保准你喜欢。说着，男友伸手将门开了一条缝。没等我看清楚，他接过一个黑色塑料袋，立刻关上了门。你不是一直很羡慕空姐吗？虽然你当不了，但我可以让你体验一下。袋子一开，香水盖不住的血腥味就直往鼻腔里钻。男友将衣服展开在我眼前，然后打字问我：好看吧？这可是从真正的空姐身上扒下来的哦。
我这才意识到，这件衣服是那名空姐的遗物。这群畜生居然将死人衣服拔下来，还要给我穿。当我看到短裙上那块淡淡的血迹时，忍不住捂住了嘴巴。好在男友一直在欣赏空姐服，没注意到我的反应。他将衣服递给我，我费好大劲给你弄来的，就在这换上，让我看看。我下意识连连摇头。见我摇头，男友眼神立刻冷了下来。我赶紧打字解释，空姐衣服不错，但不够刺激，我有一件更刺激的。说完，我把购买截图发给了他。男友一看，立刻瞪大了眼睛，连呼吸都快了几分。在哪呢？快拿过来换上给我看看。我装出一副羞涩的模样。在屋里呢，我自己去换，你不准偷看哦。没给他反应的机会，我赶紧钻进次卧并反锁上门。我1秒钟都没耽搁，立刻拿出手机短信报警。警方的回复也很快，我们最多5分钟就到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稍后会有警察和你联系，请保持手机畅通。还没等我松口气，男友的消息到了。宝贝，换好了吗？我急忙走到床边，拍了张衣服照片发了过去。这件特殊衣物确实是我为男友准备的，只是没想到会用在这种地方。刚发过去，语音输入冒出了新对话。兄弟，你老婆太骚了，就几根绳子的护士服，简直了，这都1分钟了，连包装都没拆，她到底在干嘛？看到这句话，我一激灵，隔着房门都能识别到他们的声音，说明他俩正在门口，而且男友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幸好衣服送了刮毛刀，我又拍了张正在刮毛的照片。老公，你先等一会，我先把腿上的毛毛刮干净。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男友立刻察觉出不对。他太反常了，深更半夜要出去遛弯，洗澡的时候不刮毛，现在刮，总感觉他在拖延时间。妈的，你老婆不会真的发现我了吧？再等1分钟，如果还不出来，咱们就冲进去。我最喜欢看女人绝望的表情了，看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话，我知道等不到警察了，必须想办法逃出去。我踮起脚尖走到窗边，用手机照了一下，忽然看到了旁边的空调外机位，它另一边就是楼梯间窗户，只要跨过去就能逃出升天。之前发现这里时，我还告诉男友说害怕坏人从这爬进来，男友却不以为意。开什么玩笑，这可是5楼，什么坏人不要命了，敢往这爬？说完，他还拍着胸口保证，宝贝，我会永远保护你，有我在，绝对没人能伤害你。谁能想到，那个信誓旦旦的爱人，一转眼成了要我命的恶魔。可等我爬上窗台，才发现外机位离我很远，必须跳过去。偏偏中间还有个拐角，撞到就是粉身碎骨。除非有人拉一把，不然我根本过不去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好友申请，一定是警察到了。我想都没想，立刻通过，并发去消息：2单元501，快点来救我。刚发过去，我就转换到语音输入，想听听外面的动静。没想到屏幕上跳出了一句让我汗毛倒立的话：兄弟，他真通过了，妈的，这贱人报警了，把门撞开，快点！我做梦都想不到，加我好友的竟然是杀人狂。等他们冲进来，我必死无疑。我看了一眼床上的护士服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刘哥，你来了吗？警服准备了吗？你看，我的衣服都准备好了。随着消息，我还发了张护士服的照片，这些都发给了杀人狂。发过去的瞬间，摇摇欲坠的木门立刻安静下来，语音输入也跳出了文字：等一下，兄弟，你老婆给我发这些什么意思？她和警察有一腿？不可能，她不是这样的人。哈哈，被戴了绿帽子还嘴硬，让我问问她。见转移注意力有了效果，我决定趁热打铁，换上护士服，又拍了张性感照发了过去。照片中，我侧卧在床上，修长的身材展露无遗，尤其是杀人狂心心念念的双脚，并配文：刘哥，如果警服不好搞，穿你的保安服也行，你到哪了？快点来救我呀，我都难受死了。刚发过去，语音输入弹出一连串的哈哈哈，兄弟，哈哈哈，没想到自己早就戴上绿帽子了吧，还好意思说护士服是给你买的，结果是给人家保安买的，刘保安，哈哈哈，妈的，这个贱货，我要弄死他！别动，我还真没遇到过主动现身的，今天我要当一回刘保安。几秒后，杀人狂给我发来消息：警服没弄到，只能穿保安服了，你老公在家吗？咱们不会被他发现吧？不会，你先上楼，我告诉你该怎么办。又等了几秒，好了，我已经到门外了，你现在出来还是？男友就在门口，我出不去，你从楼梯间窗户钻出去，有个空调平台，你站上去接我一下，咱们去楼顶，那里更刺激。发完这条消息，我立刻换成语音输入。不对劲，这个贱人肯定发现你了，他是想让你帮他逃走。但杀人狂的欲望明显已经战胜了理智。兄弟，别坏老子的好事。不是，哥，这样太冒险了，直接冲进去，不是一样弄吗？滚开！老子做事还用你教？在这等着，老子过去看看。没等多久，我收到了杀人狂的消息，我已经上来了，你快过来。抬头一看，外机平台上果然站着一个黑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过去爬上了窗户，然后假装害怕，
紧紧贴在窗户上不敢动，手也只敢伸出去一点。他连续试了几次，怎么都差一点。最后他急了，松开右手，猛地一把抓住了我。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我抓紧窗户，使出吃奶劲往后一拽，杀人狂没站稳，直接掉了下去。这一下差点没把我胳膊拽脱臼，幸亏我抓得紧，才没被带下去。我赶紧脱下护士服丢到平台上，造成了一副我已经顺着平台逃走的假象，然后迅速跳下窗户，钻进床底。刚躲好，男友就踹开门，冲到了窗边。哥，你在哪？哥，我操！贱人！一切都和我预料的一样，发现杀人狂坠楼后，男友跑出去想下楼查看，而我只需要跟在他身后出门。他下楼，我上楼，他永远别想再抓住我了。可刚等我走到客厅，语音输入又冒出了文字：站住！老二已经死了，你上哪去？死了，真死了，那个贱人也跑了，我要去抓住他。他根本没出去，还在房子里。不可能，我看到他的衣服了，他骗你的。回去把他杀了，咱们再走。看到这，我浑身血都凉了。不是只有男友和杀人狂2个人吗？这个人是从哪冒出来的？他们回来的很快，我根本来不及躲，只能一弯腰藏到了沙发后面。虽然旁边有个衣架能稍微挡挡，当只要他们搜到这里，我将无路可逃。几秒后，顺着缝隙，我看到2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客厅，前面的是男友，而后面的是……只一眼，我呆住了。半个月前，家里突然来了2个男人，男友说是他多年没见的好哥哥，现在在外地做大生意。当时2个人一切都很正常，还给我带了礼物，但我做梦都想不到，这2个人竟然杀人狂。大哥，二哥死了，咱们赶紧跑吧。怕什么？早死晚死不都是个死？先把那个女人杀掉，为老二报仇，然后咱们一起跑。好，别愣着了，拿着刀，你去次卧，我去主卧，他应该已经报警了，千万别心软，听到了吗？好，他们刚从视线消失，真正的警察联系我了，说还有2分钟就到，让我无论如何坚持住。2分钟，这么大点的房子，搜完连1分钟都用不了。也许我可以趁他们在房间的时候冲出去。脑海里刚闪过这个念头，男友已经搜完次卧走了出来。大哥，次卧里没有，他刚才一定是想跟着你往外跑，咱们回来的很快，他大概率就在客厅，你找一找，记住见面就杀。没想到杀人狂这么难缠，不仅猜出了我的动向，还猜出了我的位置。我左右看了看，连个防身的武器都没有，手边就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。男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，然后直直向沙发走了过来。再有几步，他就会掀开衣架上的衣服，发现我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赌一把了。我拿起手机给男友发去了消息：老公，快跑，你那2个哥哥是杀人狂。消息起了作用，男友停在我面前，回复道：你现在在哪？我没有理会，而是继续说我的。真的，他们俩在林氏杀了个空姐，就上个礼拜，咱们吃火锅那天，杀人是死罪，抓住是要被枪毙的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就是要让男友知道，杀人狂是杀人狂，他是他。把我送给杀人狂玩只是犯法，一旦杀人，那就是死罪了。趁男友看消息，我偷偷拧开了矿泉水瓶。面前的男友明显心乱了，打字时手都有些哆嗦。别胡说，你现在在哪？看完消息，我没有急着回，而是打开了语音输入。2秒后，语音输入跳出了新对话。你站在这干嘛？人找到了吗？没，还没有，那不赶紧去找？你想让他报警把咱们都抓起来吗？不是，大哥，我不想。你不想什么？不想杀人吗？你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今天他不死，你死。当杀人狂逼近男友那一刻，我将矿泉水泼在了插座上，客厅瞬间漆黑一片。男友一向胆小、紧张、恐惧，加上突然间的黑暗，一定会让他陷入癫狂。果然，一抬头，男友已经和杀人狂扭打在一起。黑暗中，我看不清他们，他们更看不清我。这正是我逃走的好机会。我怕被他们看到，只能尽量压低身体，贴着墙一步步往外爬。等爬到门口时，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。扶着门站起来时，我扭头看了一眼，本以为他们还会扭打，没想到其中一人已经压在了另外一人身上。只见刀起刀落，鲜血喷洒而出。不用想，死的一定是男友，下一个就是我。快！我急忙去开门，可拧了半天，才发现大门被他们用钥匙反锁上了。等我转身准备去拿钥匙时，那个活下来的人已经发现了我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似乎随时准备扑过来。我想都没想，起身冲进了主卧。反锁上门后，我抓起一个凳子钻进了床底。床底很窄，他的匕首不好挥舞，只要我用凳子挡住他，就能等到警察。正在这时，警察发来消息，已经到楼下了，马上就上来。随着几下巨大的震动，主卧门也被撞开，一双沾满鲜血的皮鞋走了进来。他先是检查了衣柜，没发现我，后退了2步，跪在了地上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了一张猩红到无法分辨的脸庞，我紧握凳子撞了上去。只可惜他早有防备，抓住凳子用力一扯，
凳子脱手被他甩了出去，他狞笑着扑了上来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跑，但小腿被一双大手紧紧抓住，一股巨力袭来，将我拖出床底。我拼命挣扎，但毫无作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高高举起匕首，及时赶到的警察就吓了我。等我回过神，发现自己躺在家门口，旁边全都是警察。一名女警抱着我的脑袋，正焦急地冲我喊着什么。我虚弱地摇摇头，指了指自己的耳朵。见我有了反应，她松了口气，把我放下后转身离开。不一会，女警走了过来，帮我戴上了一个眼镜。她说的话全都在眼镜上显示了出来。你已经得救了，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摇摇头，扭过头四处查看。别看了，你男友已经被带走了，你安全了。男友，他的命真大，竟然能干掉杀人狂，自己活下来。接下来，我打字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听完后，女警满脸怒气。你的意思，你男友把你送给2个杀人犯玩？为什么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我苦笑着摇摇头。这也是我一直奇怪的事。其实，在和男友交往的半年中，他一直对我挺好的。自从那2个杀人狂出现，他就像变了个人，每天紧皱眉头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没事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你一个真相。3天后，我在医院再次见到了女警。经医生介绍才知道，她叫陈梦，是市刑警队的队长。将手里的水果放下后，陈队先是关心了几句我的身体，这才话锋一转。通过 DNA 比对，那2个人杀人狂确实是之前几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。其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就在本市的线索，可还没等动手，他俩先栽在了你的手里。经核实，你是唯一一个从他们手里活下来的受害者。说到这，女警脸色一变。但是橙汁里没查出安眠药，你男友和之前的案件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既不承认把你送给杀人狂玩，也不承认知道杀人狂藏在家里，还说他当时是在救你，杀人是正当防卫。看到这，我差点没从病床上跳起来，连忙打字。不，这些都可以调查的，我手机还在你们那，他们说的话语音输入上都有，可以作证啊。第一，语音输入没有存储权限，一旦退出就会清空。第二，就算真的有记录，也不足以当成证据，因为我们分不清这些话到底是谁说的。陈队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。难道我差点死在他手里这件事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吗？我不甘心。好，就算当时的话不能当证据，他和那2个杀人狂之间的关系，你们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陈队苦笑着摇摇头。那2个杀人狂半个月前才来到这里，以老乡的名义联系上你男友，他们的通话记录、消费记录我们全都调查过了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违法行为。差点被杀时我没哭，被警察救下来时我没哭，但现在我哭了。见我流泪，陈队赶紧递上纸巾，无奈道：如果那2个杀人狂能活下来一个就好了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陈队，他什么意思？我自救还有错了？难道我应该和之前那些受害者一样被他们奸杀，才方便警察破案吗？陈队自知说错了话，赶紧解释：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相信你，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就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当时情况紧急，你把语音输入的文字看错了，误会了你男友？我抬起头，坚定地看着他。绝对不可能。几天后，我获准出院，陈队帮我订了个宾馆，亲自开车一路将我送到了宾馆。没想到开门后，屋里还有个中年人，他个头不高，头发花白，一见面立刻冲过来上下打量我。没想到再见面都成大美女了，还记得我吗？10年前你当时还是个小姑娘，当年的事我化成灰都记得。那年开春，父母因意外双双离世，我和大我几岁的哥哥相依为命。暑假开始没多久，到处都下起了暴雨，没几天整个城镇都淹了。政府组织我们去高处避险，上千人挤在群山的一块空地上，鱼龙混杂，到处是帐篷，乱得不行。为了卫生，专门划了块地方用来上厕所。那天晚上我起床去上厕所，哥哥也醒了过来，问要不要陪我去。我摇摇头，他白天跟着队伍抗了一天沙袋，让他多睡会吧。天上下着雨，远处还有雷光闪烁，我脚步急促，完全没注意到后面有人跟随。眼看就要穿过树林时，一个男人跳了出来，他嘴巴在说着什么，我完全听不到，只能比划着请他让开。但他不仅不让，反而冲上来摸我，我吓坏了，转身就跑，没跑2步，只觉得脑袋一疼就栽了下去。昏迷前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哥哥飞奔过来扑在我的身上，等我头痛欲裂的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树林深处，不远处就是奔涌的洪水。我摸了摸身上，衣服都在，还好。就在我准备起身时，我发现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站着3个人，他们围着一个土坑，土坑旁还躺着一个人，是哥哥。他满脸是血，躺在地上没有动静。正当我准备冲过去时，一个人看到了我，我拔腿就跑。我知道我过去非但救不了哥哥，还可能羊入虎口，只有报警。追我的是2个成年人男人，仗着身材娇小，我在树林里来回穿梭，甩开了他们。
只是等我带着警察凭着记忆找过去时，不仅没了哥哥的身影，连那个土坑都不见了。警察动员了不少人，几乎把附近翻了个遍，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找到。警察问我记不记得那些人的长相，我只记得开始拦住我那个人，但仔细回忆起来，却发现模糊无比。空地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排查也没有结果，线索全断了。警察告诉我没找到是好事，说不定哥哥只是跑了，等洪水过去，他就会回来了。这一等就是10年。宾馆里的这个中年人，就是当年陪我找哥哥的警察赵叔，他应该已经身居高位，眼神比当年少了几分慈祥，多了几分犀利。小韩，我查了一下，那2个杀人狂，包括你男友，都是你的老乡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赵叔凝视着我的眼睛，我大胆猜测一下，他们3个不会就是当年实施暴行的那3个人吧？他眼神犹如实质，逼得我不得不低头。见我没反应，赵叔换了个问法：不管你发现了什么，你总得告诉我们吧？你不说，我们怎么帮你调查？怎么帮你找到杀害你哥哥的凶手？看到这，我眼神里闪过了希冀。我打字问道：你们真能帮我找到哥哥？赵叔点点头。现在科技更发达，破案水平也比当年好很多，只要你说，我们就一定有办法。好，那我就说了，半年前我刚毕业，去校招投简历，角落里的一家公司招聘人员热情地拦住我，我赶紧把简历递上去。一看到我是聋哑人，他表情一变，露出了讥笑的神情。就这么一瞬间，我好像回到了10年前，眼前的招聘人员就是当年拦住我的人。我没有立刻报警，因为光靠我模糊的记忆，警察绝不会相信，必须拿到更多的证据。我想尽办法进了他们公司，并和他成了朋友。当得知他来自我旁边的乡镇，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但还是不够。慢慢的，我们从朋友变成了恋人，甚至我还跟他回去见了他的父亲。私下里，我时常追问他当年的事情，他说了很多，但从没说过那年暑假的事。一问起那年洪水，他就又想不起来搪塞。几个月过去，我什么有用的线索都没找到。就在我以为没希望见到真相时，一天深夜，家里突然来了2个人。见到他们，男友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惊恐来形容。他想把2个人赶走，但杀人狂说了句什么，光看嘴型，我就认出那是哥哥当年被埋的日期。男友好像被踩到了尾巴，不仅帮他们找房子，对他们的要求更是来者不拒。男友什么感觉我不知道，我快要疯了。等了10来年的真相，终于快要到了。按这2个人吃喝嫖赌的花钱风格，早晚有一天会把男友逼疯，逼得他自爆。但我没想到，这2个人是连环奸杀案的凶手。没等到男友自爆，自己差点先送命。看完我描述的一切，陈队皱起了眉头。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？我苦笑着打字解释，我以为你们能调查出他们之间的事情，不想自己受连累。其实我今天是准备告诉你的，但没想到赵叔也来了。陈队一脸自信地摆摆手，有目标就简单了，你放心，在我这没有撬不开的嘴。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结果。1周、2周，直到我租了新房，搬出宾馆，都没等到我想要的消息。1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如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刚坐到工位上，同事过来敲敲我的肩膀，指指门口。我一看，顿时呆住了，竟然是男友的父亲周老师。他一身风尘仆仆，扛着大包小包，明显是刚下火车。见到我，周老师丢下包袱，直接跪在了我面前。小韩，大伟是个好孩子，他不可能杀人，求求你饶了他吧。其实我对周老师印象挺好的，他是越战老兵，退伍后拒绝了县城的工作，在村子里当了一辈子教书匠，是个非常讲道理、懂分寸的人。但为了儿子，他竟能说出这种话来。你儿子杀了人，犯的是国家的法律，轮得到我一个普通人饶恕吗？就算我能饶，国家能饶吗？法律能饶吗？没想到还真能。1周后，赵叔带着陈队找到了我，2个人面色尴尬地絮叨了半天，大意我看明白了，他们实在找不到任何证据，按照法律疑罪从无。男友已经超期羁押了太久，再关下去，他们都得脱下这身警服。赵叔还可怜兮兮地向我诉苦，说再过2个月他就要退休了，不想在退休前落个处分。算了吧，过去就让他过去吧，好好活下去就是对你哥最大的安慰了。陈队说话更难听，不要说你男友了，就连你说的话我都不相信了，语音输入只有你看到了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我瞬间红了眼眶，这是警察应该说的话吗？赵叔赶紧替陈队找补。小韩，陈梦也是着急，这1个多月他一天好觉都没睡过，你别怪他，你放心，就算结了案，这件事我们也会继续跟下去的，保证给你个满意的真相。3天后，男友周伟被无罪释放，他来公司辞职，被我堵在了经理办公室门口。我把打印好的 A4 纸甩在了他脸上，杀人偿命，你逃不掉的。他一脸尴尬，冲经理说了句什么，然后低头匆匆离去。但在他低头的瞬间，我分明看到了讥笑的神情。我把腿追了上去，一直追到停车场才发现送他来的是赵叔。赵叔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拉着周伟。
从法律上来讲，你们俩都是无罪之人，希望你们能握手言和，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。看完眼镜上的这行字，我怒不可遏，打字时浑身都在颤抖。法律定不了他的罪，他就不是坏人了。你们警察管不了，那我就自己来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他给我哥个偿命。2个月后，我请了几天假出去散散心，来到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小镇。我走进一家咖啡店，找了个坐着一个男人的桌子。刚坐下，男人将一杯柠檬水被推到我面前。减肥就不要再喝奶茶了。我故作生气，打字道：管得真宽，不是说最近不要见面吗？把我叫到这来干什么？男人摘下口罩，露出了那个陪了我小半辈子的脸庞。你再胖下去，就真没人要了。我这才露出笑脸。没人要就没人要，有哥哥陪着我，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啦。男人宠溺地刮了刮我鼻子，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。其实胖点也挺好，至少不会再有不三不四的人惦记了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左右看了看，然后打字问他：哎，周老师呢？他怎么没来？舍不得他那几块地，种的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豆角，说等晒干了，全都给你寄过去。看到这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他这么大年纪了，上次还让他给我下跪。他说了，他也是在为当年的失误赎罪。看着哥哥的话，我的思绪瞬间回到了10年前。那天是暑假结束，新学期第1天，我魂不守舍地上完课，周老师把我留了下来。我以为他会和往常一样，用手语再辅导我一遍，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了小学后面的空房子里。一进门我就呆住了，足足愣了10几秒，才扑了过去。哥哥竟然还活着，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？我委屈极了，却说不出口。哥哥温柔地拍着我的背，等我哭够了，才递给我几张纸，上面是他这段时间的经历。原来哥哥还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厕所，追了出来，正好看到我被3个畜生打昏，他拼命想救下我，奈何身单力薄，很快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昏了过去。等他被呛醒，发现自己躺在土坑里，泥水已经漫过口鼻，用不了3分钟，他就会被活活淹死。他想起来，但完全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水越来越多，直到他被人从坑里拉出来，才发现救下他的是周老师。坑边还躺着一具脑袋都被砸变形的尸体，从衣服上来看，正是之前要活埋哥哥的畜生。周老师扶着哥哥站起来：去吧，去报警，让警察来抓我。哥哥有些不解：警察怎么会抓你？你这是见义勇为，把他砸成这样，怎么可能是见义勇为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被枪毙。哥哥急了：不行，你救了我，我不能让你坐牢，我去自首，就说人是我杀的，我是未成年。周老师苦笑着摇摇头：你瞒不过警察的。那咱们就不报警，把尸体埋了。刚说到这，远处传来了呼唤哥哥名字的声音，一定是我妹妹带人来了，人不能埋在这里，咱们换个地方。周老师却不肯动：人是我杀的，和你无关。好孩子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大好的前程，我关几年就出来了。哥哥咬着牙开始拖动尸体。周老师就算不为自己，也要为孩子想想，现在镇小学就你一个老师，你要是进去了，那些孩子怎么办？最终哥哥还是帮周老师把尸体移到了别处，并填上了土坑。因为下雨的缘故，等我带着警察赶到时，一切痕迹已经消失。看到这，我生出了一个疑问：如果他们真的埋了那具尸体，难道他家人不会找他吗？直到看完我才明白，那个畜生的家人正是周老师。那个孩子是被人抛弃的，是周老师把他捡回来并起名叫周伟。本意是希望他能和伟人一样，但没想到这孩子本性就是恶，从小就偷鸡摸狗，长大了更是无恶不作。13岁那年跟着混混跑了好几年，洪水之前的一个夜里才回来，目的就一个，要钱做大生意，还扬言不给就把周老师埋了。结果还没等周伟动手，洪水来了。那天半夜醒来的周老师发现周伟不在，担心他出去惹事，立刻出门寻找。等他找到时，看到周伟正在填坑。当他发现坑里有人后，周老师疯了，用铁锹活活拍死了周伟。周老师说，这个畜生是他一手养大的，要为自己的罪过负责。看完后，我高兴坏了。只要周老师不说，就没人知道周伟的存在，这样哥哥就可以跟我回家了。但哥哥苦笑着继续写道，如果他出现，警察一定会来调查，很容易查出当晚的一切，所以他要顶替周伟的身份去外地上高中，这样即使逃走那2个畜生回来也找不到他。好在周老师一直没给周伟上户口，又几年没回来，我哥冒名顶替很顺利。结果那2个人再也没回来过，一切慢慢回到正轨。我们兄妹俩顺利成人，毕业后开始工作。就在我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起波澜时，变故来了。逃走的那2个畜生竟然找到了我们，他们不知道从哪打听到了哥哥的下落，以当年的杀人埋尸案为要挟，逼我哥哥接待他们。我哥询问了周老师，周老师说没事，招待就招待，反正尸体早就被他处理干净了，就算他们真报了警也不怕。好吃好喝的住了几天，这2个畜生竟然提出要我陪他们睡觉，我哥哥自然不肯。
结果那2个畜生竟然拿出了一份我和哥哥的 DNA 鉴定，鉴定结果是亲兄妹。2个畜生早就发现我们的关系不对劲了，偏偏我还是个聋哑人，一查果然有问题。威胁如果不答应，他们就去报警，反正他们杀了这么多人，早就够本了，不在乎临死前拉几个垫背的。我们这才知道，这2个畜生竟是连环奸杀案的凶手。如果真的被警察发现了，不光我哥、周老师，连我都会受连累。我们犯不上为了2个畜生陪葬。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杀掉他们，也算为民除害。只是有一点，冒名顶替就像个脓包，一旦被警察扎破，我们谁都跑不了。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扎破脓包的针，就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语音输入。通过语音输入，我可以把哥哥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周伟。当然，仅凭这些根本无法定哥哥的杀人罪。同理，仅凭这些，警察也无法定我的诬陷罪。再让周老师露个面，只要警察不怀疑我们是亲兄妹，真相根本无从查起。我哥就假装答应他们，但要求给我吃安眠药，让2个畜生一个藏在床底，一个守在门外，好让我们一个个解决。一切都很顺利，2个畜生死了，警察也来得刚刚好。只可惜我们没找到那份 DNA 检测报告，所以我们才不敢见面，怕再被警察盯上。等我回忆结束，哥哥端着咖啡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拍拍他的胳膊，问他为什么专门喊我来这里。他放下杯子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摆在了我面前。你看看。打开一看，竟是那份 DNA 检测报告。我一脸惊讶，问他从哪弄来的。哥哥苦笑道：赵局给的。我愣了一下，赵局？哪个赵局？你喊他叫赵叔。哥哥说，前几天赵叔叫他去一趟，但不是去警局，而是一个花鸟市场。见面第一句话，我已经退休了，现在是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你谈话。第2句话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和你们都要开始新生活了。说完，他递给哥哥一份文件，提着鸟笼子就走了。听完后，我呆住了。难道说这份文件是被赵叔给藏起来了？哥哥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，摇摇头。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文件的，我不知道周伟的尸体在哪，我也不知道周老师、赵局好像一直有人在帮咱们。顿了一下，他眉头末尾的又冒出一句：我想考律师。为什么？你之前这行不是干得好好的？哥哥把手机递给我，上面是一则未成年人被同学杀害埋尸的新闻。看到了吗？这孩子和当年的我一样，都是未成年。我在周老师他们的帮助下爬出了那个坑，但他没有。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种悲剧，我想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。